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如果你上一次看了我的 Proton Iris Active 2021的影片应该是很期待我会讲我身后这一辆2021年小小改款的 Persona 啦，没有错。今天我就是要来讲这辆 Persona。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到我之前那一部2021 Iris Active 的影片的话，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的链接过去看一下。在影片开始前呢，记得把我的这个频道订阅起来，小铃铛也要跟它嘟下去，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 very 精彩的影片啦。Proton 自从被这个吉利收购了49.999998%过后啦，我们都可以看到 Proton 很勤劳，一直在为它的一些旧款的车进行小改款的升级。没有记错的话 ，Proton Persona 还有 Iris 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做过了一个小改款，现在又来做了一个小改款。但是这个小改款呢，我们要看一下 Proton 到底有没有给到足够的诚意还是就是让人家感觉好像在清旧货这样子。那么我们就从车头看起，这辆 Persona 2021到底跟之前的款式改变了什么一些地方？看一下它的这个改变是消费者喜不喜欢的啦。这一次的 Persona 跟 Iris 一样呢，在顶配版本呢是用了这个 LED 的车头大灯。虽然讲它是 LED 车头灯可是其实它只有3颗 LED 罢了，其他的好像 Signal好像小灯就是那个下雨灯都是普通的卤素灯泡。然后这一个小灯呢，看起来它是那种 P10 的 bulb 啦，所以这个是不难换成 LED 的。对于这个 LED 车头灯比较有要求的朋友就是强迫症想要整个都是 LED 的话，是可以自己去花钱弄的啦。然后有一个全新的 bumper design， 这个全新的 bumper design 我觉得很好看跟之前的比起来各花入各眼我比较喜欢这个新款的。但是我是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很多人讲他们是比较喜欢上一款的啦。然后一样有这个很漂亮的 DRL， 这个 LED DRL 真的我每一次都觉得很美，它就是那种 crystal clear 的感觉，而且它的里面的那个 LED 灯珠的数量还多过这个车头灯里面的 LED 灯珠中网部分呢，这个 logo 是圆形 logo跟 Iris 之前我讲的一样啦 ，Proton 终于把那个盾牌型的 logo 的 stock clear 完了，所以没有盾牌 logo 了剩下 Exora 还有 Saga 是盾牌 logo。不确定 Saga 跟 Exora 会不会在今年或者明年出一个小改款但是我觉得 Saga 的可能性比较大 ，Exora 就我感觉是时候要被淘汰了啦。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车身侧面跟之前的 Persona 有没有什么差别其实呢是没有什么差别，当然它换了一个全新的 Sport Rim Design， 这个 Sport Rim 的设计是一个双色的多toned的，我觉得这一个设计比 Iris Active 的好看可是因为 Iris Active 它是比较主打年轻比较一样，它看起来会比较多姿可能就比较没有这样适合我这种Uncle Style 的人这一个呢是比较 simple， 看起来也蛮顺眼的，所以我觉得这辆车买回去，如果你不是要玩 performance 不是需要轻量化还是什么的话，这个 rim 呢我觉得已经很好很美了然后轮胎方面呢，顶配版本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是 Goodyear 的胎轮胎尺寸是185/55R16， 是一个16寸的 Sport Rim 规格然后它的这个 fender 这些是没有做到改变跟之前的 Persona 还有Iris 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买的是上一代的 Iris 或者 Persona， 你想要装这个 LED 车灯的话，你可以把旧款的 Iris 跟 Persona 的那个车头只需要换一下大灯，换一下 bumper，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MC2 版本的车头设计了啦。然后一样有一个可以周折的 side mirror， 车门这些没有什么特别啦，跟之前都是一样的。OK， 车尾方面呢，这个屁股的 design跟之前是一样的。我之前有猜测是讲它的车头 bumper 有换掉，那么车尾 bumper 很有可能也会做一个提升改变一下 design， 但其实没有啦，它的后尾的 bumper 还是跟之前的一样的 design， 然后车灯也是一样的 design， 这我觉得稍微可惜了一点点既然车头已经有做一个提升，给人家有一点点眼前一亮的感觉，那后尾没有做提升，就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那个工程部R&D 设计师好像就是画了车头，车尾就随便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还有一点是跟之前的Persona 不一样的，就是这一次呢，它的 fog lamp 是被 cut 掉了啦。这个 fog lamp 会用的人
就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可是如果遇到那些不会用的人，觉得打开它就是很眼很帅装逼，那没有这个 fog lamp 也未必是坏事啦。OK， 打开尾箱呢，有一个电磁阀。 就可以打开一个超大的尾箱，这个 Persona 的尾箱容量啊是510 L， 超大的，我觉得可以放进4个行李箱没有问题吧？就真的很深又很大。然后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大的话，后座的椅子还可以做到6/4分离的倾倒啊，就真的是可以载很多东西啊。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前排啊，这辆车的前排啊，我们一打开门就可以马上看到它的这个 门板上面啊，是有一个棕褐色的皮革包覆。这个皮革呢，它上面是有很多洞这样子啊，所以它会比整片 flat 到完的皮革啊，看起来更加有层次感，然后也比较有质感啊。就是你看起来就觉得哇，这是一个贵的东西啊。当然，这个很多洞的这个皮革呢，也在它的椅子上面找得到，它的椅子也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旁边2侧是光滑的这种皮革，中间我们坐的部分啊，就是很多洞的。这个洞呢，其实它应该也是会做到一点透气的效果，所以就是讲在长途驾驶的时候，屁股应该不会这样热啦。但是它是没有的做到什么椅子的空调啊，这是没有啦。这个只是普通的这种椅子。椅子的颜色方面呢，这次的颜色啊，有一点像 X70那个 Premium 版本的 Nappa Leather 的颜色，但是其实它不是 Nappa Leather 啦，不过就有那一种 Nappa Leather 的高级感哦。当然跟 Iris 一样，有一个 Push Start Button，Steering Wheel 是可以做上下调整。 Steering wheel 上面有一个新的圆形的 logo， 终于不是那个盾牌 logo 了啊！但是这个 steering 的 design 呢，跟之前的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按键的排位啊、形状啊，这样子的按键排位啊。 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抓方向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手掌这个部分啊，这个 paw 啊，会很容易不小心按到这个 mute 的键。所以刚刚我在试用的时候，就有不小心按到一下这样子。 但是这个平时习惯了过后，应该不会是很大的问题啦。还有一个细节啊，是常常被人家忽略的，就连我都差一点忽略掉了，就是它的这个 cabin light 啊，上面的这个灯呢是已经换了一整套新模组。这个 design 呢是跟 Saga 一样的 design 啊，不要听到 Saga 就以为是那种老牙 design， 这个是 LED 的啊，而且看起来很 class 啊，整个就是 有很贵的感觉啦。然后这一次的 Persona 的 dashboard 呢，它的颜色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上面黑色下面米色了啦，它是好像 Persona Black Edition 一样全黑的 design。我个人觉得全黑的还是好看很多啦，而且也比较容易照顾。上面黑色，下面米色就比较不耐脏啦。 然后 dashboard 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带主意狗狗不喜欢的 fake stitching， 然后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隐藏式的这个 airbag 开口啊，看到吗？这个它的隔壁家对手啊的 dashboard 上面啊，还在用那种挖孔式设计啊，我还是觉得这种一体式的 好看很多，也让整副 dashboard 的质感啊加分很多。虽然都是 hard plastic， 但是在视觉效果方面呢，分数肯定是比较高的啦。小改款过后的 Iris 跟 Persona 都搭载了一个这样子的，好像一个 Android tablet 的中控屏幕，是有一点悬浮式设计的。 背后是没有那个点洗机大力的啊，它比较像是一个 tablet 放上去这样子。这个设计我觉得蛮好看，可是它有一个蛮严重的缺点啊，就是它的反光很严重。我这样子做也好啊，还是怎样都好，都看到很多反光反射，尤其是亮色的这一种椅子的皮革啊， 就会很明显的反射在它的上面，这一点也是要花时间去习惯啦。Player 的中间下面呢，就是全新设计的冷气出风口啦，是有一点点像那种Gundam 的感觉，比较有菱角式设计。这个 design 我个人觉得很好看，然后它也是一个模组来的。如果你是旧款的 Iris 或者 Persona 的话，你要换成这样的东西呢，我相信很快外面 aftermarket 也会买得到啦。那另外一个以后要提升是比较困难的嘞，就是它的这个冷气操控界面了。这个冷气操控界面，我觉得真的对质感方面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也比较属于现代化的设计。以前的设计就是都是旋钮嘛，对不对？转啊，还是怎样用按啊？ 这个是左右各一个旋钮，一个是调整冷度，一个是调整那个风的那个力度啊。
中间呢就有几个好像钢琴式的按键，这个是用来控制你的 mode 啊，打开那个 default 啊，还有 aircon 的开关按钮啊，通通都在这一边啊。再往下看呢，就可以看到3个 USB 插槽。再往下看呢，就可以看到一个是开启或关闭前方 parking sensor 的按钮 ，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 的 on/off 键，还有这一次提升了一个新东西，就是这一辆车有可以用来按的 Eco Mode。在小改款之前的 Eco Mode 呢，是你真正要去架它，它才会亮出来的，可能就会有一个叶子还是什么，我也忘记了。但是这一个是你把 Eco Mode 按下去过后，它就会马上显示一个 Eco 的 icon 出来啊。对于那些比较喜欢用 Eco Mode 驾车的朋友啊，就有福了，你按一下就有 Eco Mode 跑出来了，看起来就比较有那种环保的感觉啊，哇，感觉拯救了世界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就会看到一个全新的 Gear Knob Design。OK， 这个 Gear Knob Design 其实不是全新的啦，就是从 X70 CBU 版本那一边照搬过来的。这个 design 真的好看啊。然后是 PRND。以前是一个 L 嘛，这次是一个 S 啊，据说是 Sport Mode 啊，好像我的 Proton Preview 也是 PRND S， 它的设定是那种比较让你延迟换挡的感觉啊，就是你会保持有一个 torque 在那一边啊，这个等到接下来我们试驾的时候好好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就可以看到一个传统手刹。OK， 并不是电子手刹，这个传统手刹拉起来啊，哇，这感觉还蛮 smooth 的嘞，很不错啊。然后中间有一个置杯架，然后我们再往后延伸看的话，又会看到一个 armrest。OK， 这一次的 Persona 跟 Iris 呢都有 armrest， 在一辆 V segment 小车上面找到 armrest 呢，虽然也不是很稀有的事情啊，但是在小改款的时候还给你一个 armrest， 这个就良心了啦。虽然这个 armrest 后面没有冷气出风口，但是在驾车的时候，尤其是在 highway 的时候，你可以把手就放在上面休息啊，那个感觉好很多啦。然后这个 armrest 呢是可以打开来的，打开来里面呢就有一个12伏的那个抽烟洞。这个抽烟洞呢，一般上我们都是拿来插手机啊，有些人会拿来做这个行车记录器的那个供电的电源啊。但是这一次呢，这辆车真的非常良心啊，我要给它一个 good job， 就是它有在这个前方望后镜的上面啊，藏了一个 USB 的插孔啊。这个 USB 的插孔，你不要看它在那边躲起来，以为是要拿来插手机还是什么，对吧？其实不是的。如果你要插手机，这样不是一条歪要掉下来，很奇怪。这个 USB 的洞呢，是让你安装行车记录器的时候啊，可以不用走那个歪呀，走到远远啊。好像我之前就有拍过好多部那个自己安装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啊，都是教人家怎样走那个长长的歪呀啊，很麻烦，对不对？这一次的 Iris 跟 Persona 呢，你不需要这样麻烦了，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连上你的行车记录器，然后接上一个电源就搞定了。Wiring 那些非常的 simple， 谁都可以自己装。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那种低调就小小台的行车记录器，所以我这边呢就非常推荐70迈的 M300的行车记录器啊。非常感谢 Dacia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来看看这个70迈 M300。这个 M300 我之前有拍过影片介绍啊，它不只是有那种比较 common 的黑灰色啦，它还有这一种比较少女系的颜色啊，看到吗？这是一个粉色的70迈 M300。这个70迈 M300呢非常简单安装，你只需要撕掉这个 double side tape， 粘在这里，然后用那个 wire 接去这个 Persona 或者 Iris 车顶的这个 USB 插孔啊，它就可以运作了。而且它是有内置 WiFi 的，你可以通过它的手机软件呢，让你拍到一些紧急事故啊、一些意外啊，还是一些有趣的画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 WiFi 把你录下来的这些影片啊下载到你的手机里面。如果你们对这一台70迈 M300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的 link 过去看一下我之前拍的安装教程啊，里面还有更多这一台 M300的细节分享啊。想要购买的朋友也非常简单，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呢，就可以找到 Dacia 他们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下单了啦。OK， 我们讲完这辆车的前座啊，有那么多的提升了过后，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辆车的后座啦。现在坐来这个后面呢，我的大腿支撑啊，整个就是很好，即使是一辆 V segment 的小车都做到很不错了。然后跟前座还算有一点距离，头顶方面呢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因为可能我身高也不是很高，170罢了。我反而还觉得，如果它可以再做矮一点点，外观可以不要这样像海牛的话，会更好卖一点啊，这是我个人觉得啦。然后这一次后座呢，在前座的中央扶手这边下面可以看到有2个 USB 插孔，是没有冷气出风口的啊。不过我觉得不用
紧啊。这个车的 cabin size 也还好，不是很大，而且 Proton 出名什么？冷气够力冷，所以后座没有冷气出风口，应该还算 OK 的吧。然后它的这个椅子的倾斜角度呢，我觉得这个椅子的倾斜角度是 OK 的，在可接受范围。然后就比较奇怪，为什么这个 Persona 呢是没有可调式的头枕啊？所以你看我这样做啊，假如我把头靠下去就是这样啊，整个就是很奇怪啦。如果有一个可调的头枕的话，感觉会舒服很多啦。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后座的脚踏这一边呢，中间有一个蛮高的隆起啊。虽然它不是什么 4 wheel drive 啊 rear wheel drive， 可是它有一个蛮高的隆起啦。现在已经很多前驱车啊，尤其是这种 B segment 车，都已经有办法把这个隆起做平了。但是 Proton 可能这个是旧的 chassis 啊，所以还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平整。这个我们就期待接下来新的 generation 的 Persona 呢，可以往这个地方做一点点调整啊。OK， 讲了那么多 Persona 的这些外观，还有 interior 的改变，还有一些细节啊，那你们觉得花这个55000块左右买 Persona 还有 Iris 值得吗？还是有更好的选择？你们的选择又是什么呢？都可以把你们想讲的东西啊打在下面的留言区那一边啊。那因为现在是这个行动管制令期间啊，就不能出去外面做试驾的拍摄。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呢，我一定会拍摄这个 Iris 还有 Persona 的影片来给大家看啊。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想要提问的话，都可以在留言区打上来。接下来在试驾的时候啊，我就会往那些你们问的问题那边去更加深入的探讨啦。那今天这一集 Persona 2021的影片呢，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也要跟它度下去啊！我是那个最不专业的讲车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